我上了蛋娃综艺，蛋和娃不熟。娃生日，凌晨爬起来自己做蛋糕。年纪小小别太绿茶，我警告他。他一反镜头前的乖巧，你打我呀，我把蛋糕全吃了，一口都没给他留。我不惯着他，我又不是他妈。他讨厌我，因为我抢走了他妈的一切，他的儿子，他的事业，包括她的丈夫。我是他的双胞胎姐姐。一觉醒来，我被全网口诛笔伐。玉媛不配为人母，去死！让我来养。多可爱的孩子，碰上这么个妈，造孽！如果成为母亲需要资格证就好了。上节目都这样，私下里不会虐待孩子吧？她是不是代孕了？状态不像当了妈的。陆明这小子又做什么妖了？我刚下楼，陆明就怯生生地跑过来喊妈妈。你装，你在装。我懒懒打了个招呼。早他迈着小短腿噔噔噔跑到厨房，又小心翼翼一步步回来。妈妈，蛋糕送给你，眼睛湿漉漉，圆圆亮亮的，好像很期待我夸他。我挑眉，哪来的蛋糕？他眨眨眼，把手藏在背后，挺起胸脯。我做的。怎么想起来做蛋糕了？他似乎有些难过，垂下眼睛，不一会儿掉下来一颗金豆豆。今天是我的生日，妈妈原来在这等着我呢。我对他的可怜样视而不见，去拿刀叉给我。他转身屁颠屁颠去拿，露出指尖的创可贴。我看看桌上的蛋糕，有模有样的，巧克力戚风，草莓装点，还放上了造型可爱的饼干。乖巧伶俐、懂事聪明的孩子，谁不喜欢呢？我不喜欢。我跟他说过我巧克力过敏。他拿来了刀叉，我优雅地切开，一口一口全部吃完了，一点都没给他留。背着摄像头，我朝他嘚瑟，我骗你的小傻子，我最爱吃巧克力姜是老的辣。你小子才6岁，跟我斗。陆明差点没绷住，小脸一点点垮下去，绿油油的，还要故作高兴。妈妈你喜欢就好了。我对着镜头灿然一笑，我很喜欢，反正我也看不到弹幕现在骂成什么样。虽说我，或说我现在的身份，口碑一直不太好，耍大牌，情商低，对粉丝，但我是国内第一个金棕榈影后，这就够我吃一辈子。但有一条足够让我身败名裂，代孕。不是我代孕，是我的双胞胎妹妹玉媛。她为了一个吊儿郎当的2代发疯，骗她为她生了个孩子，结果人家看都没来看一眼。我只是稍微提点了她一下，她就远走他乡求爱去了。我继承了她的所有，这不难，我和她长得一模一样，站在上帝面前，她老人家都迷糊的程度。只有陆明这小屁孩认出来了，还跟他名义上的爸说我不是他妈。陆孝竹看了我一眼，摸了摸他的头，别闹，这是你的妈妈。他绝望了。我笑了，看得出来我妹夫和我妹是真不熟，同住一个屋檐下，交流只有早安、午安、晚安，正合我意。吃完蛋糕，陆明主动去把盘子洗了，我美滋滋敷了张面膜。上节目就是这点好，能差事他还得装乖。出发前去换衣服，房间里没摄像头，他一边皱着小脸整理领子，一边放狠话，女人你别太过分。噗，不好意思，一般不笑，除非忍不住。他脸更臭了。你就这么喜欢你那神经病吗？我在镜子前补妆。我还真挺好奇玉媛这样的人是怎么带孩子的。一般般，但至少是我妈，而不是你。不知道哪来的妖精，我笑得花枝乱颤，不知道为什么这小孩这么好笑。你笑什么？我警告你，你再敢这么对我，我就告诉所有人你不是他。我收敛了笑意，你不敢。他跳上床，在镜子里瞪着我，我不敢。现在他们都在骂你不是吗？骂我是一回事，说我不是你妈妈又是另一回事。我在镜中与他对视，你不怕我告诉你爸，你不是他的种。你不怕这么一说，你就成了没妈的孩子。我语气陡然变重，你现在的一切都是家里给的，你不怕到孤儿院去抢饭吃。我拿起香水瓶喷在脖梗上，这是玉媛最喜欢的一款。语气又变得轻柔，似真正的慈母。你怕得要死，你既要财富，又要我这个冒牌货下台。你贪婪，你不是为了母亲愤怒，你是怕我把你赶出家门。这样的你有什么资格说我？边说着，我边敞开了门，摄像头直直看过来。陆明的小圆脸蛋精彩纷呈，要发火只能憋在肚子里。我戳中了他那点自己都不知道的小心思。他觉得这样很坏，可他不知道我这种肮脏的成年人更坏。我说完还要向他招招手，来呀！他咬咬后槽牙，硬是扬起一个甜甜的笑跟来了。我真怕小绿茶憋坏了。等嘉宾到齐，主持人发布任务，今天我们要用一项技能攒到接下来3天的生活费，大家多少都有点才艺，丝毫不慌。新晋歌后举手，我选唱歌，主持人冷酷无情，你说了不算，得各位小宝贝来抽，然后就拿出一个抽签筒。我用我5.0的视力远眺了一下，有做饭、唱歌、表演，甚至还有算命。坏了，果然，他仰着小脸问我，妈妈，你想要哪个呀？歌后特别喜欢陆明，拍拍他的小脑袋，这是随机抽的，不是想要哪个就哪个哦。他招歌后笑笑，酒窝能溺死人，我有魔法，会保佑妈妈哒。歌后被甜得晕晕乎乎跟我说，玉媛你真有福气，这福气给你要不要啊？
他儿子是个酷哥，在后面无奈地叹了口气，把他拽回去。妈妈，你先想想你怎么办吧，除了唱歌什么也不会，该面对这个小东西了。我假装为难，我的话除了唱歌都可以，再次强调，一定不能抽到唱歌哦。陆明拍拍胸脯，放心吧妈妈，包在我身上。不一会儿他拿着竹签回来，一看做饭。陆明背对着摄像机，小脸打上阴影，我才没那么笨，你以为我会选唱歌？做你的大头梦。我把他抱起来亲了一口他的脸蛋子，吧唧。太好了，真的不是唱歌呢。你也知道妈妈五音不全的啦。他带着一脸口水呆住了。我真是个欺负小孩的坏蛋，嘿嘿。作为一名5G 冲浪选手，我很快锁定热点，用节目组发的300元启动资金，在大学城门口支了个摊，卖热奶宝。支摊布置50元，奶油50元，小料50元，其他零零碎碎加起来50元。电饭煲、打发机器什么的都是就近借的，蛋卷机没借到，我犹豫一下，还是买了50元。事关一个热奶宝的尊严。我干活手脚快，很快就打好开张了。烤蛋卷那会儿，热乎乎的奶香在冬天格外具有诱惑力，周围已经聚集了一批人。当然，他们也不只为了热奶宝来。这不是芋圆，肯定是长枪短炮的。拍电视，我落落大方，嗨，我是芋圆，在拍妈妈我爱你呀，带孩子出来玩玩。现在摆摊卖热奶宝赚孩子饭钱，一个8元，2个12元，要不要支持一下？几个小姑娘有点害羞，点点头。我利落地卷起蛋卷，铺上厚厚一层奶油，盖上还腾着蒸汽的紫米，再抹上奶油，最后撒点巧克力豆，插一根威化饼干做装饰。边做边介绍，奶油用的是动物奶油，优质脂肪。我递给一个小姑娘，她咬了一口，竖起大拇指。我对她笑，她脸红了，怪可爱的。又做了几个，有抹茶红豆的，海苔肉松的，奥利奥的，草莓冻干的。这期间，陆明在旁边当小尾巴收钱，有不少人见了他都多给2块钱。这就是雇佣童工的快乐吗？事关陆明以后3天的生活质量，他不介意卖萌耍宝。生活不易，少爷卖艺，但他也不可能让我太顺遂。眼看卖得越来越好，他捂住肚子，眼泪汪汪。妈妈，肚子饿。妈妈还有几单，等会儿人家要来拿，你忍忍好不好？我随口应付他。他指指胃的位置，弯成一只小虾米，这里有点疼啊，饿着孩子可不行。我爽快地舀出一大勺紫米，吃吧，随便吃，甚至不愿意给他一个蛋筒。开玩笑，要钱的。陆小少爷什么时候受过这种委屈？拿着筷子左戳戳，右戳戳，就是下不去口。吃呀，胃要饿坏了，我多关爱孩子身体健康，妈妈呀。小东西第一次破功，有点闹腾起来。妈妈，我也想吃那个。宝宝乖，我们吃不起奶油，今天拿的是单身穷苦母亲带娃剧本捏。最后，小崽子含泪干吃1碗米饭，我还要在旁边趁机教育：明明啊，你知道有多少人吃不到米饭吗？每一粒米都来之不易，要全部吃光光哦。真好，多有意义的生日啊！达成1000元小目标，挂上暂停营业的牌子。我拍拍陆明的屁股，吃大餐去。玉姨，我回头，这不是歌后他玩吗？我还有热奶宝吗？酷哥脸红，包在依依身上。我直接把暂停营业的牌子拿下来，要给你妈妈带一个吗？一个就好了。他似乎很局促。我把热奶宝递给他，他抿嘴说谢谢，就要走了。我叫住他，你妈妈那边怎么样了？我们妈妈陷入了消费主义的圈套，他回头，小拳头握得紧紧的，眼眶里蓄了一圈泪。我把这辈子所有难过的事想了一遍，才没有在孩子这么难过的时候笑出来。怎么了？跟姨说说，再怎么酷，毕竟才7岁。他一五一十就说了。歌后运气好，抽中了唱歌，300块全去租了音响设备，粉丝一掷千金，赚得盆满钵满。中午一顿日料，把钱全吃没了。可怜的娃看得心惊肉跳，试图阻拦他不靠谱的妈妈，省着点花，不知道3天什么样呢？钱没了，下午可以再赚，及时行乐。下午节目组禁止歌后收粉丝的大额款项，1天之间，一代歌后连300块租金都付不起，现在已经干好3小时哑了。你想让我买点药给他？不，我想借点钱让妈妈继续打工还债。他说过自己的错误要自己承担，我叹为观止。多好的娃，就是多少沾了点周扒皮的基因。唱片公司都不敢让歌后这么干。可以，这项目我投了，我一口答应。对了，燕燕啊，日料好吃吗？好吃，我收拾摊子，准备搬走。那行，我也去吃。年仅7岁的纪燕为2家的生计愁得展不开眉毛。远远就看见歌后撑着脑袋坐在路边。Hello， 我招呼他，他看见我了，嘴巴在动，没听见他说啥。等我凑到他面前，才能听见他说的是：宝娟，宝娟，我的嗓子怎么了？您都这样了，就别玩梗了。我把音响设备给他，他眼前一亮，再给他枇杷膏和黄桃罐头。他抓着我的手，热泪盈眶。纪燕把唯一的热奶宝给他妈，原来这娃没打算自己吃。歌后更感动了，手舞足蹈，比划休息1个小时就能重出江湖。太好了，赶紧好起来，给我打工还债。
我带着几燕去吃日料了，886。再三表明他妈会还钱给我，我是踏踏实实的小本生意，节目组没道理没收，这孩子才动口。吃饱喝足才想起来，这是别人娃，那我娃呢？好像把他落在歌后那儿喝西北风了。我回去一看，果然在那儿当吉祥物。大半天就吃了一碗饭，少爷心里苦，臭着脸不说话，简直哑巴二人组。歌后唱着抒情小调，烟嗓零落在车水马龙中。铁皮罐头里收获颇丰。他背后写着5个字：不准不要钱。我往后看，一个人麻布上上下下围得严严实实，还戴复原墨镜，后面跟着块小号麻布动来动去。如果我没猜错的话，这形状高度应该是事后吧。他看到我，神神叨叨地朝我招招手：“小姐，要不要算一卦？”哦，他抽到的是算命，可以进入角色了。我配合地抬高嗓门：“你个算命的，别想骗我，我不吃你这套。”说完做事要走。你出生时家，16岁崭露头角，27岁飞黄腾达，我说的可对？你怎么知道？我大惊，事后还背了百度词条。我们这么一唱一和，自然吸引了不少人流，再加上那块小麻布舞动起来，跟跳大神似的，愈多人驻足。那是事后的女儿。这么会儿就有人来咨询高人了。我把围巾往上一扯，遮住脸，试了俯身去，深藏，骗子，根本不准，骗钱的，这么快就暴露了。人群散去，露出后面迷茫的2块麻布。小麻布底下的小姑娘转晕了，迷迷瞪瞪，一屁股坐地上。我叹了口气：“你说什么了？这么快就被揭穿？”我说：“她快30岁了。”姐妹，这你猜错了是错，猜对了也是错。30岁明明是个好年纪。或许他们不那么觉得。我和事后双双蹲在马路牙子上，一块不照了2个人。过了会儿，我们同时说：“哎，能不能咱俩换换？”我俩就换了。事后还有些愧疚：“你做得好好的，我不行才想跟你换。算命太难了，热奶宝的钱你7我3，我干脆地下了定论。我本身就想多尝试尝试，骗人，我如鱼得水。你脾气急躁，一上火，一焦虑，常常在放弃与决心非成功不可之间徘徊不定。你财运不错，桃花运多缘少份，你是个有目标却不容易做出行动的人。也许这一次你可以随心而动，钱不就这么来了吗？嘎嘎好挣，还能席地而坐。”事后把他女儿借我当道具，小小一个团子在旁边乌拉乌拉。能不能帮我看看桃花运？当然可以，一次10块。声音好耳熟。我巴拉巴拉墨镜，这不我妹夫吗？不好意思，你我无缘，我看不透，开玩笑，你和我妹妹隐婚的，哎，你是她金主，哎，而且咱俩完全不熟，万一露出破绽咋办？她大概有1.85米，阴影盖住我发顶，状似随意，你随便说说就好。你自小生活优渥，心气高傲，你曾遇到一个女孩，怦然心动，却不想婚后形同陌路。陆孝竹这样的人会主动包养育园，应该也是有过一点心动的吧？完全不对。他摇摇头，弯下腰，风衣几乎罩住我。我自小卑微如泥土，唯因为一场唱了10年的独角戏，才不至于腐烂如蛆虫。我不知作何答复，只能愣愣地看着他。那对不起，不收你10块了。他躬身在我面前放了1枚硬币，仰视我说：“不过怦然心动是真的，所以要交1块。”他抬头笑笑。我看着他远去，再看他那1枚硬币，占用我那么多时间，就给我1个子儿，还说莫名其妙的话。但我悄悄把那枚硬币握在手心里了。回去数钱，自己赚的加上剥削啊，不是影后事后主动分给我的钱，正好3000元，平均一天1000元，绰绰有余。我突然想起我的倒霉孩子，他怎么不说话？孩子静悄悄，必定在作妖。我胆战心惊地跑上跑下，发现这孩子在2楼角落抱着小身体，一声不哼，周围也没摄像机啊。我走近观察，好像小小一团还在发抖。陆明，小兔崽子，他一抖，身子摊开点，小脸煞白，还冒冷汗。我当时就有点慌。陆明，你怎么样啊？哪里痛？他指胃，又是胃，一顿饿成这样。我又是喂热水，又是按摩小东西，总算缓过来了。他垂着脑袋坐在沙发上，那就吃你的生日蛋糕吧。我把蛋糕端出来，薄薄紫米加厚厚奶油霜，每一层铺了很多水果夹心，芒果居多，还插了6根蜡烛。我点上蜡烛，关掉灯，几星烛火在陆明亮闪闪的眼瞳里晃啊晃。Happy birthday to you, Happy birthday to you。陆明赶紧闭上眼睛许了愿，张开眼，眼里的蜡烛滴下蜡油，是他哭了。妈妈，你真的五音不全哎，小屁孩，要你说。蛋糕不大，陆明一个人吭哧吃完了，也一口没给我留。好孩子，就靠你把热奶宝的边角料消耗掉了。妈妈晚上吃多了，实在吃不下了。我把脑袋凑到他跟前，他躲我追他插翅难飞，这下扯平了，他逃不掉，闷闷地说：“今天又不是你生日。”怎么不是了？今天就是你妈生日，不知道了吧？我没骗他，今天是玉媛的生日，我的生日在昨天，就差那么一点。但现在好了，我是玉媛，我是一个肮脏的成年人，这么感人的事当然要在镜头下演出。
这一幕播出后，我的口碑大幅度反转。孩子不记得妈妈的生日，妈妈当然有理由不记得孩子的生日，没毛病。其实吧，她好像还蛮会教育孩子的。最后是相当于彼此做了一个生日蛋糕做交换吧。对不起，感觉明明被欺负成这样更可爱了。想弱，我有罪。燕燕也好乖好可爱呀。歌后，打工人的一生，我懂的。你们在看娃，只有我想知道算命的男的是谁啊？为什么和玉媛有奇怪的 CP 感？他低头，好像自己甘愿套上无形的锁链一样。楼上微，小心他金主给你打电话。我满意的收起手机，去看今天节目组要做什么哟。今天我们请到了各位嘉宾的爱人，大家都不太开心的样子，尤其是我。节目组到底花了多少？他以前从来没公开出现过，我都能想到节目播出以后的热搜玉媛金主真面目曝光，后面加个爆。其他人都好奇的多瞅两眼，事后戳戳我，这不是昨晚找你算命的，还是你们会玩？大家要和自己的爱人进行默契对答，小朋友答对也可以加分哦，如果默契太低，是会被扣钱的，搭你个头！倒数第一扣3000元，倒数第二扣1000元。燕燕皱起小脸，事后女儿小团子已经抽泣起来了。怎么了，团团？我们没有3000元哇呜呜！主持人温柔的安慰，没关系，可以记账慢慢还的呢。团团哭得更响了。陆明表面波澜不惊，主持人采访他，明明对爸爸妈妈很有自信吗？也没有，他们平时工作总是错开，所以交流比较少。我妈妈记性又不太好，看得出来你很努力在埋伏笔了，但是也不用趁机抹黑我，谢谢。第一题，请听题，你们出狱在什么时候？哪里？别的组还有回响的空间，但我们不一样。我和陆明趁没人注意，不约而同地瞟向陆孝竹。6岁，这么早？定的娃娃亲？不能吧？家里童养媳？这不能说啊，咱录节目呢哥。我硬着头皮照抄。我举报。玉媛作弊，歌后不假思索填完就开始东张西望，我一时不察，被他抓了个正着。我记住你了，过河拆桥是吧？我就随便看看，极限拉扯之下，终于留住了第一题，但是周围盯了一圈人，接下来只能靠自己。对方最喜欢做什么？记得把答案写下来。我那个抓心挠肝啊，最后揣摩了一下资本家的习性，写下2个字：工作。毕竟压榨不太好说。板子翻面，猜错了。他写看戏，但他猜对我的了，演戏。猜对很正常，他和玉媛不熟，只能从本职工作下手，还能营销一波爱岗敬业人设。但一眼一看，无端暧昧。不管怎么样，这都与我无关。对方最遗憾的一件事是什么？我遵循总裁文天良王破的一般规则，没收购成公司，猜错了。就他出来的不是我，他的字很好看，遒劲有力，挺拔如竹，容不得人认错。在场的人都像瓜田里的茶，一个个目光如炬。主持人看似端庄稳重地问：“这个他，我妻子。”几十张面孔都写满失望。那你直接说人家名字吗？说这么模糊干嘛？哦，玉媛啊，主持人打个哈哈。玉媛出过事，我不知道，装得稳如老狗，似乎他们不是简单的金钱交易。而他再次答对。我的遗憾是没能亲自去领奖。拿到国际奖的那天，玉媛被他的情人软禁在小黑屋呢。他可不会觉得遗憾，他以为这就是爱。陆孝竹没能猜对玉媛的遗憾，却误打误撞猜对了我的遗憾。但现在这不重要了，我拿到了自己的人生。对方最喜欢的文学作品，我开摆瞎蒙，《水浒传》干嘛？有问题？这可是9亿少男的梦。主持人问陆孝竹，他也有些为难。这题我也没有把握。他转而向我做了投降的姿势。抱歉，我还不够了解你，只能写上我最喜欢的了。结果板子一翻玻璃动物园，没开3度，他又双落对了。我真绷不住了。根据我对玉媛的了解，他绝对没看过这剧本，甚至是这部戏。只是碰巧他也喜欢，他还挺有品味。我这样告诉自己。歌后在旁边咋咋呼呼，你回去给我等着。我循声看过去，他对象板上写着他没看过书，笑死，这是可以说的吗？他对象委屈，我哪里说错了？是谁一失眠就拿书看，没几分钟就睡过去了。歌后假笑点就疲倦，所以答案是什么？他对象把板子拿过来一看，瞬间耳朵红了，嘟囔：你不是说你没看过吗？我瞥见了，他对象是个畅销书作家，他写的是他的处女作。磕到了。歌后不想理他，刚刚我，你俩处这么好，哈哈。您真有脉，还行吧，凑合过呗，还能离了咋的？这是我能暗示的最大尺度了。事后过来凑热闹，你是懂老夫老妻的，他们深以为然，完全没有 get 到。我一路摆他一路猜，最后一统计就搞得我很尴尬，像他单方面和我两小无猜，我失忆了一样。歌后 salute， 事后无被楷模，我摩西。为了表明这个家不止我一个人迷茫，我去翻陆明的牌子。这小子视力5.2，一路作弊，填得满满当当。
他人在主持人那边，小莲挺严肃，我就说吧，我妈妈记性不太好，不是陆孝竹的种，胜似陆孝竹的种。我咬牙切齿，还有2个冤种在旁边笑。很快呀，他们就笑不出来了。歌后倒数第1扣3000元，事后倒数第2扣1000元，2个人过上负债的赤贫生活。歌后痛心疾首，你爸笨就算了，你也不知道机灵点，见不像他没个正经。妈妈作弊不可取，你不是还举报御姨吗？没有血缘关系的好蛋儿，干得漂亮。事后安慰自己女儿，团团别哭了哦，妈妈还能赚回来的，不会让团团没饭吃。小团子呜呜咽咽，呜呜，妈妈我错了，我不应该看电视离太近，我看不清爸爸的版本。什么？谁给你开的电视？是后急了，瞪他对象，是不是你？就知道惯着孩子，引得揣手，就一会儿，孩子不懂事，你也不懂事，鸡飞狗跳，现成的家庭伦理剧。而我凭着家里其他2人的出色表现，小赚1000块，美滋滋儿。现在如果让你们的爱人大冒险，你们就可以得到一笔钱，你们愿意吗？可以多冒险几次吗？歌后举手。事后刚把影子收拾了一顿，别说现在，就算是平时也愿意。既然大家都同意了，老规矩，叫宝贝们上来抽什么大家。Hello， 我还没同意，但这明显就是节目组安排的固定情节，我尔康手也没用。这次还不是签筒，没法作弊。陆明给了他爹一个自求多福的眼神。大冒险种类还挺丰富，曝光搜索记录，曝光购物记录，学猴子走路，含着一口水看搞笑视频，随口编故事，速问速答，看得我心惊肉跳。我也不知道为什么，总是有点害怕这个妹夫，这种情绪在此刻达到了巅峰。但是脑补一下陆孝竹学猴子走路，噗，看来玉媛早盼着这么一天了呀。主持人听到了，顺嘴调侃：你不要瞎说。我偷偷去看陆孝竹的脸色，完犊子，他在看我，被抓个正着。他还笑，一点不担心，皇帝不急太监急。团团抽到了曝光购买记录，影帝含泪夸她，真是我的好女儿。团团嘻嘻。燕燕抽到了学猴子走路，作家落泪，小兔崽子你是一点不心疼爹呀？歌后白他一眼，你写东西的要什么形象啊？燕燕真棒，别理你爸。陆明抽到了接吻10秒，我谢谢你全家。这不是他的大冒险，这是我的生死决斗。小家伙难得有点羞愧的样子，瞅瞅我，躲到他爸身后去了。他站到我面前，刚好站在社交距离线上。如果你不愿意，我可以和节目组说，话是这么说，但是你的语气干嘛这么委屈啊？不用，演员多少有点职业素养。他垂下眼睛，我只是你的对手戏搭档吗？我怎么感觉他在撒娇啊？顶不住 ，undateable。别说了，亲吧。我踮起脚尖就印上去。他错愕了一下，然后捧住我的脸，加深这个吻。等亲完，我晕晕乎乎感觉了一下，远不止10秒。歌后都不去围观她老公狗子走路了，在后面偷看，眼神亮晶晶的。周围的人一边非礼勿视，一边悄咪咪往这瞟。我感觉自己整个人都热烘烘的，想转身遁走。他抓住我的手，在我耳畔说了句：“被欺负别怕，我是资方。”我当时丧失思考能力，了一声就跑路了。后来我回过味来，怪不得他一点不担心抽到乱七八糟的。那亲10秒不会也是他助脑？那边事后检查完购物清单，没啥稀奇的。影帝捂了半天的就是条红内裤，一看到我红彤彤的吓一跳。你对他嘴过敏？歌后笑得不行。你对浪漫过敏？最后还是他俩笑够了，告诉我陆孝竹拿领子卡角度挡得严严实实，根本看不到我俩嘴。我才从叮铃当啷的热水壶冷却下来。大家都说你俩感情真好，跟热恋小情侣似的，是吗？可我不是我。在一声声祝福里，我才真正回过神，只是一个吻而已，我不该入戏。节目组总归不会让几个嘉宾饿死街头，大冒险完都给了丰厚的补偿，只有歌后还欠债1000元。作为嘉宾里最富有的人，我当然不让借了他饭钱。他握住我的手，眼泪哗哗。苟富贵，无相忘。我冷酷地推开他，你男人也没抹黑你，这话不是那么用的。拎起陆明回去了。我给他吹好头发，叫他去睡觉。他哒哒哒跑过去，再哒哒哒跑回来。你要不要考虑一下我爸？我爸都33岁了，再熬几年就成老男人了，小屁孩。我把门关上，让他在外面叽叽咕咕给他爸当说客。我亲妈对我爸一点感情都没有，我爸也是，你可以放心。你真的不考虑一下吗？我觉得你挺喜欢我爸的，受不了了。陆明，你再说一句话，我就让你吃1个星期的白饭。世界安静了。过会儿我开门，这家伙还在门外。我突然想起来件事，陆明，你是不是有胃病？他指指嘴巴，做了个拉拉链的手势，说恕你无罪。我蹲下来和他平视，大眼睛眨巴了几下，点点头。妈妈把我关在房间里，有时候出门把我忘了，造孽。玉媛，我把这2个字反反复复抹撒。我曾经多羡慕他，现在就有多可怜他。你这又是何苦？知道了，回去睡吧，我赶他走。
那你会考虑我爸吗？我脸上又开始发烧，话没过脑子就说出口。你先问他要不要考虑我吧。结果他认真地点了点脑袋。我会问的，不是，你别。我直接把他抱到床上，别瞎问。当我没说。睡觉，躺回自己床上，却不断回想起陆明的话和那个吻，越试图制止，大脑越活跃，画面快速闪回交错。我一直以为陆明长得像玉媛的情人，所以没多想。可我突然发现，陆明和陆孝竹长得有点像，我果然是累糊涂了。第二天，居然才是第二天，主持人微笑，是的呢。而且今天你们还要接受严峻的考验，带上娃，用自己的专业技能做一段演出。演出费用从自己赚的钱里扣哦，财大气粗，钱不是问题，问题是演什么。我看了看陆明，想起昨天，有了主意。玉媛还对你做了什么？我把玉媛是如何一次次把陆明关在房间里，又一遍遍在门外说宝宝，妈妈很爱你，编成了一部短剧。他在门外讲童话，讲陆明的生父，讲这都是为了你好。但是他总是为了情人的影子，把小小的陆明遗忘在房间里。但是情人不要这个孩子，他从此再也没唱过童谣。你会演戏吗？我知道陆明这次不是在挑衅我，而是担心我。我挑挑眉，你看着吧。演出结束以后，陆明和我说谢谢，因为我给出的理由是，从今以后你不用再害怕，那是一场戏，是一个梦的影子。播出以后，也许会有以爱之名的父母认识到自己教育的错误。我看着他真挚的眼睛，我很抱歉，默念对不起，这是我最后一次利用你。我要给自己留条后路，如果哪天玉媛回来要抢走你，要所有的一切从哪来回哪去，我至少能占据道德上风。事后过来拍拍我，演得很好，比以前都好。他说完又蹲下身子揉了揉陆明的头，你也是，其实对我们来说不用怎么下功夫，因为经历所以真实，但我们都露出一点适当的羞涩，谢谢。最后一天了，就不为难你们了，该吃吃喝喝就去吧。还没等歌后欢呼，但是欠的钱还是要还的，歌后穿就变脸。但我们有富余的替他把钱结清了，歌后感动道，一人得道，鸡犬升天。没文化真的不用这么勉强自己，我低保。我们齐刷刷无视了他，剩下的钱都凑一块做公共开支。主持人没想到还有这么个事，赶紧联系导演问让不让这么干。导演说这样很符合互帮互助的正能量价值观，大手一挥，准了。走，靓女出街，结几个吃饭去。然后精心挑了家沙县小吃，没办法，这个比较符合我们当前消费水平。事后张望了会儿，叫住服务员，你好，我要一份鱼香肉丝盖饭，扫码点单，好冷酷的语气。经事后在沙县小吃吃瘪，歌后去隔壁上洗手间，没一会儿回来，看见我挺惊讶，哎，你这么快？我迷茫了，是啊，我刚刚在门口看见你，想起来没拿纸就回来了，没想到你比我还快。事后插一嘴，玉媛没出去过呀，这回轮到歌后迷茫，难道我看错了？但我有预感，他没看错。可摄像机都架着呢，没理由现在换地方，我只能硬着头皮附和了两句。玉媛应该不会来这种小饭馆。英英，先点好菜吧，只要把歌后拖住，不行了，憋不住了，他拿纸就冲出去了，根本拦不住。也许玉媛已经走了，罗英英一脸尿急还要跑回来，我去。玉媛，外面真的有个人长得和你一模一样，然后又急匆匆跑出去。我真的谢谢你，罗家8辈子祖宗。大家都在等菜没事干，一股脑全冲出去了。哇，真的一模一样。我先扒了一口饭，把大鸡腿子过继给陆明，勒令他把青菜全部吃掉，然后慢悠悠地走出去。其实内心慌的一批，让我数数我有几张牌。玉媛虐待陆明，演技傍身，童年可以卖个惨。他有粉丝人脉，陆明毕竟跟他久一点，还有陆孝竹。我没想到这一天来得这么快，准备并不充分。也许我会被逼回那个屋子，甚至锒铛入狱，可我不后悔。出门发现大家看我的眼神都怪怪的，有点同情。抬头就看见玉媛旁边站着陆孝竹，他说跟我走，旁边还杵着个男的，我没见过，抱着玉媛，他是谁？好经典的两男争一女。因为主角长相加成，我天灵盖都快被劈开了，很难说算不算被绿了。我开口第一句话，这段就别录了吧，导演不肯放过这么劲爆的场面。玉媛，他是玉媛，那我是谁？冒牌货，真玉媛打断，录，干嘛不录？他难道想顶替我一辈子？如果你不介意的话，我当然也奉陪，不就是一出真假美猴王吗？我能感受到陆孝竹在看我，但我一眼也没看他。我进公司的时候体检过，大可以去查资料。抱着他的男人声音冷得能割伤肉。我的律师团队会提起控诉，玉媛却说我不需要你的援助，却没有试图逃脱他的禁锢。看这样子，这大概就是玉媛他情人了。我一直以为是玉媛单方面穷追猛打，现在一看，怎么像霸总追妻火葬场？是我不是玉媛，但我是金棕榈奖获得者。如果要算的话，把这一块算清好了。我听见自己说。
我只有一个人，所以气势上不能。关于这块，我的律师团队也会追究相应责任。陆校主走到我身后，紧跟着说，他的声音相对来说温和一些，话里却没有半分温吞和气的意思。他什么意思？我不爽，但没有反驳他。只要能为我提供一点助力的机会，我都不会放过。你们全都偏爱他就好了，你也是，玉棉也是。玉元指着陆校主喊，明明都是一个肚子里出来的，就因为我晚了一天，我控制不住的笑了。你管这叫偏爱？玉棉唯一偏爱我的一次，就是把脑子全给我了一个人，一点都没给你留。我不等他骂就转身欲走，既然都留给律师了，就结束吧。我没有在大庭广众暴露隐私的癖好，腿撞到一团软乎乎的东西，低头一看，陆明这小崽子躲我后面，看他妈和后妈吵架不吱声。玉元一把把他抱起来，这是我的孩子，你想把他也抢走吗？是不是你的自己心里清楚？我在陆明前停顿了一会儿，又转身，这么多双眼睛看着，玉元应该做不出虐待的事。陆明在身后叫了声妈妈，我忍住没回头。如果回头了，发现他叫的是玉元，那才狼狈。我向导演请了假，之后半天拍摄因故缺席。导演对这短短10分钟贡献出来的素材如获至宝，干脆同意。2个人来，一个人收拾收拾回家。事后拍拍车窗，我以为他要问我到底是谁，我不想回答，但还是降下车窗。他说路上小心点，他女儿学他。怒桑小心点，我失笑。许图安你专门跑过来就说这个，事后叫许图安，他说读起来麻烦，所以他直接给女儿起名叫团团。罗英英从后面探出头，以后带明明来玩啊。燕燕照顾好你妈，他儿子比他靠谱。纪燕点点头，我一油门跑路了，刘罗英英笑骂，开着开着感觉不太对，怎么感觉后面那辆车在跟踪我？不会是玉元的狂热粉丝要来创四老娘吧？仔细一看，宾利，看型号比我车贵了不止1星半点。那算了，死得其所。没想到他有点过分，一路追到我家院子里来了。下来一个人，陆孝竹。脑子想跑脚说不，就只好望着他走到我面前。他唇角带笑。陆明和我说要不要考虑一下，我抬手就捂住他的嘴。不听话的小屁孩。他只露出一双桃花眼睛，笑起来的时候眼睛弯弯，有损总裁威严。然后我才后知后觉地感受到手心的温度，像被烫到一样缩回来，背在身后。你知道我不是他？我当然知道。他无辜的眨眼，一开始就知道。我脸色逐渐变差。那你和玉元结婚是把他当替身？他似乎惊讶于我的想法，轻笑一声，不，因为她是你的妹妹，我以为你们关系还比较融洽。见笑了，都说家丑不可外扬，这下好了，直接抖个底朝天。你还不知道我是谁？我摇头。允许我带你去个地方吗？哪里？我家。他看出我的为难，指指我家院子隔壁，我家就离谱，不足50米。我跟着他进屋，上楼，进房间。他把窗帘拉开，对面就是我房间，看得清清楚楚。但我从来没觉得对面有人过。他解释，这是单向玻璃，做了装饰，外面只能看到墙，从里面看才是玻璃。我开始回想有没有在房间里干过什么奇怪的事，可我没有刻意偷窥你的隐私，但是我一直待在房间里，难免会看到一点。他在抽屉里拿出一个类似对讲机的东西，按了下按钮。你好，对面的小姐，听得到吗？然后又是相同的一段话，只是声音从墙外传来。我瞪大了眼睛，小时候无聊做的小玩意，没想到它会发挥那么大的作用。他继续对着话筒说，回忆起来了吗？声音和幼时的记忆已经大不相同，一部分因为年龄的增长，一部分也由于音质的损耗。可从墙外传来的声音还是很轻易地唤起了无数个日月。我的母亲曾红极一时，可嫁给了我的父亲，渐渐过气。他运气出走，因此我们随母姓。他不惜花千万请了高人，算出来他的女儿就是他的机缘。生门大开，星宿挪移，红气镇宅，百世流芳。生门对应的日子正好是我生日那天。安于产期，原先一双女儿应全诞在这天，可因为是双胞胎，母亲生产艰难，玉元逃过一劫。我在房间里提供源源不断的红气做养料，而玉元却可以过正常人的生活，甚至由于母亲的纵容更放肆。但他不那么觉得。母亲日日与他讲，要是他也与我生在同一天该多么好，我们2姐妹就可以受一样的供养，他就可以像我一样有用。可母亲被骗了，她还是一日日的无人问津下去。她原先只是把我关在家里，渐渐甚至不允许我出房间，而在玉元那里，我却愈加受宠。禁锢才是爱，这样的观念她就是这么养成的。我在房间里，无人与我谈天说地，我便学着母亲的样子，渐渐演起戏来。母亲给我请了私教，我有很多时间，足够看很多的书，于是世界就有了雏形。我想象这方小小的地上人来人往，宾客盈门。我慢慢谈笑风生，我习惯了这样的日子。直到天上有人与我说话，一开始我不敢置信，但我别无选择，他是我唯一的对象。但他远比我想象的要好，所以我也不和他说难过的事，只和他说我看了那些书，见了哪些人。有一天我问他是谁，他说他在对面，他骗我，
那是堵墙。我就开玩笑叫他强哥哥，他居然真的应了。我唱了多年的独角戏，这天终于有了观众。母亲的精神时好时坏。突然有一天，母亲请求我帮妹妹一个忙。玉媛拼死拼活要进一个大导演的剧组，以她的能力是不可能的事。母亲想到了我，她第一次主动要我出门。只用这一次，我就知道她爱玉媛胜过我许多。无论她对玉媛怎么说我的好，也许我就是个天生的坏种，我对玉媛嫉妒的要发疯。小时候，玉媛还常来和我说话，她软软的叫我姐姐，我看她像照镜子一样。慢慢就不来了。我和玉媛擦肩而过的时候，状似无意的呢喃：“这么重要的面试，看来母亲果真喜欢我多些。”她听进去了。我拍完电影回家的时候，强哥哥再也不说话了。我不知道他去了哪，只是我唱独角戏的时候总是面对强多些。所以你去了哪？我被召回了。他任由我长久的沉默，只在我困惑的时候解答。我是个私生子，我妈把我藏在这里。老头子死了，嫡子没了，庶子继位，我就成了现在这样。嫡子怎么没的？他又是怎么继位的？我没有问他。我临走前想叫你等我，可你已经走了。等我再回来看，你的房间还是空着，我只能找到你的妹妹。我的母亲晚年去国外疗养，带上了我。玉媛和她情人的事，也是她去世前告诉我的。我拨给她资金，家族里催婚，玉媛要借婚姻刺激她的情人，我们就行婚了。她说完还强调，我们什么也没干。你不用告诉我，我故意这么说。可你之前在饭店门口的表情不是那么说的。哦，对啊。你为什么要拉住他？我突然想起来算账，声音大了点，看到他眼神带笑，又脸上一热。我猜你并不想那个时候见到他，而且既然你与他的关系并不如我所料，我给的资金也应该适当回收，不是吗？他的尾音略微上扬，声音拖长且无辜，好像本来就该那么做似的。还能要回去的？这么抠门，我还要攒老婆本。毕竟我是个大龄单身汉。他又猜到了我在想什么，握住我的手，落下极轻的一吻。所以你愿意考虑我一下吗？玉娟，我一考虑就是1个月。这个月里节目播出，收视率创新高，尤其是真假影后的词条血洗热搜，歌后事后纷纷力挺与他们共患难的影后。两方律师团队僵持不下，最后证明影后是属于我的奖项，我也支付了一定节目组违约赔偿，还没我赚得多。我以玉娟的名字真正开始进入演艺圈。玉媛和他的情人不知道又去哪相爱相杀了，听说这次是他偷跑出来的。在这之前，他要求要回陆明，并公开出示代孕的相关资料，因为他是在国外办的手续，并没有触碰到法律底线，但是不可能再在国内公开出现。他原本就志不在此，他的前半生都在追求玉棉的宠爱。网友吃瓜吃得目不暇接，都在等陆孝竹作何回应。结果陆孝竹掏出更多的证明，证实陆明是家族旁支的儿子，代孕这件事原本就没有进行下去过，只是玉媛不知道而已。他情人对这事都知道得清清楚楚，所以连看一眼陆明都不曾。怪不得长得像，陆明就理所当然地跟着陆孝竹了，也就理所当然地跟着我了。啊，最后我还是考虑好，同意了。我和我最忠实的观众在一起了，不会有人说我睡粉吧？依旧是我给陆明吹完头发，他道歉，对不起。干嘛？一开始对你不好，我一开始对你也不咋的，因为玉媛说你抢走了他的人生，我一笑了之。他这么说呀，但是如果见面要叫姨母，他这么说呀。爸爸来接我的时候，他还叫我以后好好对你，要好好吃饭，多吃点青菜，我就谢谢你了，小祖宗。我拧拧他皱起来鼻子，睡觉去。你看你爸表现比你好，已经来了。陆孝竹在房门口望着我俩，等我睡粉。